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看到了我的封面，那就应该知道今天我视频要讲的就是爱马仕开箱。但是因为本人的话痨体质，我一定会讲一些跟我整个购物有关的故事。如果你只想看开箱和价格，那请戳下面的时间轴。说来这个故事还是真的有点长。从前年开始，我在武汉的表姐就一直想让我帮她带一个爱马仕的 Birkin 或者是 Kelly 回武汉。我也尝试了几次，但是如果你们有到过巴黎的爱马仕，你就知道想买个包有多难。怎么说呢？巴黎有3家店，第一家是左岸的总店，那家店面积是最大的。第2家店就是我后来买到包的 Saint-Honoré 店，这家店大家俗称旗舰店。还有呢，这是第3家，就是在香街 George Cinq 的那家店。那家店的装修风格非常的古朴，应该是最小的一家店，但是它2018年到2019年有重新装修，也有重新改换店面。改修后之后，我是从来没有去过，所以也不知道现在的大小。除了 Saint-Honoré 那一家可以在网上直接预约，其他2家店都需要你直接到店面去，人家才会告诉你你今天有没有机会买到包。作为一个在巴黎居住又要上班的人，一大早10点赶到店里去，然后下午可能傍晚再去一趟。如果你不是就住在那2家店附近，这样反复来回对我来说真的是得不偿失。所以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去 Saint-Honoré 那家。但那家店的预约实际上就是一种彩票性质，就是如果你想第2天去，你第1天在网上填你的个人申请资料，他才会在里头每天抽取80到100个人到店面去看包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人品太衰，从去年2020到2021年，我就拿到了2次去看包的机会。先说说上一次的经历，上一次应该是8月底。其实我并不是一直在尝试，我是一般看到我第2天工作不是那么忙，我才会在头1天填取那张表格。因为爱马仕不会给你固定的时间，它的时间有可能是早上、中午或者是晚上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会议，对我来说错过了这个预约机会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一般只能看我时间非常的空余的时候我才预约。可是你们知道去年疫情期间都是封城，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店面都是关的。我是大概5月份解封后才偶尔有时候尝试一下，但是并不密集。一直到7月8月那时候，因为很多人都度假了嘛，我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，我才开始密集的申请，简直是难以想象。我大概尝试了20多次后，终于在8月底拿到了1次预约的机会。那天我去的时候，接待我的是一个亚裔的法国人。为什么我能这么确定？因为他的英语说的非常浓的法语腔。一般来说，导购和你碰头是在1楼，之后他会把你带到2楼，会找一张桌子让你坐下，再然后他就会问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需求啊？我来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包。我当时没有直接说我想要一个 Birkin， 我就说了一个故事，说我妈今年60岁，她想买一个 Birkin 庆祝她的生日。她已经有了一些爱马仕的丝巾啊，或者是钱包，但是她就非常想要一个铂金包。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，生活在法国，价格比中国便宜很多，所以我就决定跟她买一个包。所以我就说的非常的直接，然后那个导购就告诉我说Birkin 应该很难拿到，然后我就说如果 Birkin 不行 Kelly 也可以。我想他内心肯定想 Birkin 你拿不到，你还拿到 Kelly 不是一样的吗？但是我至少给他了一个选择。然后他说这个很难，不过我可以拿一些爱马仕的其他的包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你妈会喜欢的。然后我就在那儿坐着，大概等了10分钟，不到10分钟吧，他就抱出来3个箱子，然后拿出来了爱马仕一些我已经忘了什么样的其他的款，反正都是不是我想要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些包可能在中国也很容易买，而且价格也相差不是那么多，所以我还是想拿一个 Birkin 或者是 Kelly。他看出来我也没办法通融，就说那可能真的没有。我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然后他就在他的那个手机上重新翻了一下，他说他做出最大的权限也只能发现一个 Kelly 的亮粉红色。我当时就跟我姐发了条微信，她说亮粉红色啊，实在是接受有点难。最后就没有拿到那个包，也没有看到那个包，我只好说那下次再来吧。
我记得当时在跟那个小姐姐聊天的时候，我还跟她说，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必须要配货，你买到某一个价格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你想要的包给你拿出来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我可以买一些其他的东西。那个小姐姐一笑说，我们爱马仕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我们爱马仕没有这样的行为。她说可能在其他国家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，但是在巴黎他们那家店是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她说就算你现在拿到上万块钱的东西，我也不会说我这里有 Birkin Kelly 我就给你。他说我真的是没有，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货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就只好泱泱的离开了。然后工作很忙，我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然后到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我姐告诉我说，她在武汉居然拿到2个 Birkin， 如果没记错，一个是黑金，一个是黄棕，就是那种很经典的颜色。我就说天哪，看来武汉拿 Birkin 比在巴黎还容易。我就在想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尝试一下呢？12月份你知道公司发了圣诞奖金，然后又是一年的年末，一般人都会想找个借口给自己买些东西。从12月中旬开始，我每天就在爱马仕的预约网站预约一下，可是尝试了10几次也没有拿到一个预约名额。今天我录影的时候是1月16号星期六，然后从1月开始我工作比较忙，我一般就是星期五，因为星期六是周末嘛，我就会星期五预约一下，还是一样没有拿到任何的预约机会。就在这个礼拜2那天，我看了一下礼拜3我的行程，那天基本没有什么会，就是早上有一个，我说可以试一下，我就在礼拜2的下午提交了我的预约申请，居然就在礼拜2的晚上8点半收到了爱马仕的短信和邮件，告诉我的预约时间在礼拜3的傍晚6点。我心里就在想，爱马仕不是晚上7点就关门吗？6点钟，按照我上一次的经验，就算你6点钟去，你至少还要等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，你的导购员才会空下来。那么说我买包的时间就会非常的短。但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能拿到一个预约名额，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开心了。所以礼拜3下午，我大概是5点半到5点40左右到的爱马仕的店。去了之后，我直接就到柜台告诉他们我的预约时间是6点。他们说好的，他们就在系统里对我做了一个标识，说如果你的导购员空下来，他会给你发短信。然后我就在店里随便的逛了一下，大概不到6点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短信，说我的导购员在1楼等我。我当时刚好在2楼，我就下到1楼。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国的小姐姐，她首先跟我说法语，我说我比较愿意说英文，她说好，然后我们俩就一直是用英文在交谈。我也很客气的问她今天怎么样啊，什么典型的社交谈话。等她带到我到坐下来的地方，她就说你今天需要看一下什么样的包呢？我就告诉她这个预约真的是好难。实际上我8月底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我想送给我妈妈一个包，但是当时的导购员直接跟我说没有货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然后我就说我的家人谁知道在11月、12月底在武汉就拿到了2个 Birkin， 所以现在我这个任务也完成了。所以我今天只是想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包我可以给我自己买。然后那个小姐姐一听说我在中国的家人，她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可以说普通话。我说那更好啊。然后她说那你已经不想拿 Birkin 了，那你想看些什么呢？我告诉她我自己喜欢的是比较小的包，如果有比较特殊的小的包型我都可以看一看。但是她还是很直接的问我说你有没有你想看的包型。我就跟她说我想看一下 Kelly Pochette。她说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？我说 Kelly Mini 也可以，反正就总之是比较小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拿下了这样一只包。好啦，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现在开始开箱。这个标签很好玩，是爱马仕2021，所以每年他们都会换标带。很小小的一只。是的，我拿了一只藏青色的 Kelly Pochette， 这个皮是牛皮 Swift， 非常的细腻，几乎没有什么纹路，但据说也很容易刮伤，只能用了之后才告诉你们容不容易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们这个是多少钱，让我把我当天买包的故事讲完。那个小姐姐就在她的手机上翻了一下，说那你现在这坐一下，我一会儿过来。我大概等了10分钟不到，小姐姐说请您跟我上楼一下。我当时心就觉得今天可能有戏。为什么呢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8月份去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姐是直接把3个
橘红色的大箱子抱了出来。我在那等的时候，我也看了一下周围的，基本上我看到了很多导购员都是拿着箱子出来，我看到了菜篮子，也看到了一些爱马仕其他的包型。我认为可能 Kelly、Birkin 或是 Constance 这样的包型，他是不会拿到大厅里的，他是会让客人跟着他们去楼上。然后我就跟着他上去了楼上，然后写的是私人空间，我们就在一个小的卡座里。他面前有3个盒子，他说我这里有3个，2个是 Kelly Pochette， 还有1个是 Kelly Mini。当时他给我看的2个 Kelly Pochette 都是 Swift 皮的，但一个是这个藏青色，还有一个我会放图片在这里，可能是亮绿色吧。其实我是很喜欢绿色的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绿色有点太绿了，如果是深绿色，可能我就应该会拿那个深绿色。再给我看的那个 Kelly Mini 是一个特殊皮，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它特殊皮特殊在哪里，因为他说的那个单词，你知道爱马仕的很多皮的那种叫法，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很深的了解，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多问。是一只粉红色，我放一只差不多的图片，但是我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图。你们也可以看到 Kelly Mini 是比较方形的，然后那个 Kelly Pochette 是比较长方的梯形，而且粉红色也并不是我本人的菜。我就随口问了一下 Kelly Mini 的价格，那只 Kelly Mini， 好，我现在就来说我买这只包的价格。那只 Kelly Mini 的价格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11000左右，到底是11000多少？所以它的皮一定是非常特殊的皮，而我这一只价格是4350。我本身也更喜欢 Kelly Pochette 的样子，加上那只 Kelly Mini 的价格又是如此的高，所以我就毫无疑问的拿下了这只 Kelly Pochette。等我回到家，我在网上搜索如何改造 Kelly Pochette 成为挂包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澳大利亚的博主讲述他在巴黎 St. Laurent 店的经历。我居然听到他说了一样的，说他每次只要导购员告诉他请跟着他一起上楼，他就觉得一定他可以拿到他想要的包。所以同学们，如果你在St. Laurent店买包，导购员拿着爱马仕的箱子走到你面前，基本上来说你应该买不到你想要的包。在我告诉了那个小姐姐我这只包要的时候，她又顺便问了一下我说，预约的机会这么难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包你想看一下？我就想看一下有没有菜篮子 Picoty 的拼色的版本。他看了一下说他们现在有的货全部都是单色的，没有拼色的。我说那你如果有绿色的我也可以看一下，但很可惜也没有。我就说那好吧，我就拿下这只包。在我结账的时候，因为等这个导购员的时候，我在店里逛的时候看中了一个盘子，我也决定把这个盘子拿下来，就是在这个盒子里。但是因为这个盘子我是决定以后要送给别人的，既然是礼物，然后就还是不开箱了。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入手爱马仕，像爱马仕的盘子之类，还是很好入手的。那我买包的故事就讲完了，但是我想说一说我2008年第一次到爱马仕店里买东西的经历。但那次买东西的不是我，2008年就是那个让我跟他买 Birkin 包的表姐和她的朋友老公来巴黎玩，我就和他们一起。他们的朋友我也是认识的，是一个印尼的哥哥。当时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，每次去印尼都会找这个印尼哥哥一起玩。现在想想，中国在过去的10几年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快。2008年的时候，即使像我姐，我认为已经是买东西很疯狂的人，也会认为爱马仕的价格比较高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当时他可能就在爱马仕只是买了一条丝巾。我们去爱马仕主要是陪那个印尼的哥哥跟他的老婆买包，他的老婆当时说了就想买一个 Kelly 的包。现在想想，如果能够珍惜2008年那时候的机会，多买2个 Birkin 或者 Kelly， 说不定现在就不用这么愁着买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当时去的是香街的 George Sank 店，印尼哥哥就很直接的说他想拿 Kelly 的包，那店员就直接告诉他们有哪几个颜色。可惜当时店员说的那几个颜色都不是那个印尼哥哥想要的，印尼哥哥是想要的是比较日常的大地色或者是灰色或黑色这样的。那个店员说的都是比较亮的色，什么绿色、蓝色、粉红色、白色。这个时候好像是拿了一个 Kelly 的白色，这个时候那个店员说他们有 Birkin 的深色，好像是棕色。当时那个店员也没有说如果你们要买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颜色。但是那个印尼哥哥就买了一双鞋，好像是买了一双鞋，给他自己买了一双鞋，然后给他老婆买了一条皮带。你说在2008年买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相对真的是比较容易？当时那一趟行程，他就买了一个 Kelly， 买了一个 Birkin， 还买了一些其他的配件啊什么的，比如说像推理啊。我只记得我们从爱马仕店里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，当时好像是11月份，
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只橘红色的袋子。后来印尼哥哥在飞回印尼的时候是需要在新加坡转机，他实际上是可以出新加坡关，他可以在新加坡转一下，但他说他不能出关，他出关就要交税，因为他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时间能够倒回到2008年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要买下一个 Birkin 或者是开利包，也不会落到现在买个包还要求人，还要不断的预约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讲的故事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拜了个拜。